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么上期呢，我们采访了以前 Google 现在在滴滴做商业分析师的常明老师。那简单回顾一下他的背景，他以前是北京大学毕业，然后到美国留学之后呢，是一个咨询的这样一个背景，后来在 Google 做商业分析师，然后现在呢在滴滴的美国呢管理一个商业分析的团队。那欢迎常明老师。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讲这个关于商业分析师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上面一期节目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呢，我们刚刚讲了什么呀？商业分析的基础，就它是做什么的，它跟其他的一些 role 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等等之类。那么今天我们就讲的是相对比较进阶的一些话题，进阶的话题。那我们首先问一下常明老师，就是商业分析这个职位，从他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到他未来这个发展，整个路径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一般怎么进入这个行业？就没有工作经验人可以做吗？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经常去问到我的。我个人的就我个人经历，我所见到的是，就是入门这个行业，它其实的确存在一些壁垒。因为它可能还并不跟这种纯 technical 的职位一样。纯 technical 呢，你只要刷题刷过了，你能证明你能够 deliver 你的 code，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呢，它需要一些的这种就是 communication， 它需要对商业啊，或者说对产品，或者说对这个公司怎么运转有一些这个认识，商业感觉。对，所以他会 prefer 招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但是呢，这个工作经验它并不是我觉得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刚需，因为它有一个客观情况，就是现在它这个需求对工作的需求的确比较大。然后呢，很多的这种小的公司，尤其小公司，它很难招到人。我想稍微问一下，这就是你说现在需求比较大，说一下怎么着？这个行业现在是美国什么情况？就是在硅谷，尤其是就是这几年吧，因为这个很多的产品呢，它都首先很多产品它都经历完了一个这种当时的野蛮生长、高速增长嘛。然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呢，它就其实更需要一些，比如数据的这个 insights，去做数据驱动，去做这些比较小的、更加精确的这种增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小公司它不是特别容易招到人。因为大多数人呢，他都是想去 Google、Facebook 这种对吧？这个产品又多，数据又多，又不差钱的公司。所以小公司它有很多这个招人的困境。所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像 Facebook、Google 这种公司呢，他们会选择招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像一些小公司呢，小的 startup 在湾区的，他们呢可以去招一些就是学校刚毕业的这个应届生。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你很想加入这样的一个商业分析师呢，你最好呢是能够直接进特别好的公司，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呢，因为行业需求还蛮大的，所以相对来说中小的公司呢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是的，然后再通过这里积累一些经验、商业感觉，然后以后再去一个非常一线的公司。对。或者就是说，这个一线公司并不一定是对你是非常好的选择。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公司，小的好处，你可以跟着公司成长得更快。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就是你也不用特别去纠结说，哎呀，这个我不能去 Google， 不能去 Facebook，就怎么样。小公司它也有很多很有挑战，很有有趣的问题。你的这个个人价值更大，你的这个简历上，你的个人的 story 你可以讲得更好。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去从个人发展角度，而不是去纠结于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大小或者关于这个市场需求很大，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市场需求很大是这硅谷这儿的情况，还是整个美国或者全世界，包括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的，我个人觉得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共同的这个情况。就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啊，咱就说硅谷和中国。硅谷这边肯定是的，比如说像 Google 或者 Facebook 这种一线公司，一个产品 team 一般一个产品经理会对应1到2个 analyst，所以这个需求其实还是蛮大的。在国内呢，现在我个人的感觉也是现在的趋势的确也是要招很多的商业分析师去做这个事情，不够。因为就甭管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吧，国内的大佬呢，他现在都要去追求这个数据驱动，这么一个让自己听上去
很科学、很靠谱的这么一个信条。所以我个人看到也是国内现在对数据分析师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这是个好消息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它非常需要数据分析，对吧？然后需求很大，它也没有暂时没有的话，理论上说啊，其他部门的人可以兼职一下，比如说工程师写个 SQL 没问题，是的，产品经理也能跑数据，那他为什么这么一定要说招一个这个分析师呢？这个 Big Joe 就是不一样，问的问题都这么一针见血。谢谢这个你不需要太这个恭维我们主持人哈。对，其实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昨天刚跟我的一个朋友还在聊这个事儿，就这个其实说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第一个对我们的工作的确其他人他都能干，为什么需要我们去干？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从另一方面，对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就更多的证明我们的价值，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就 optional 变成一个 must。所以呢，我感觉我们就公司里需要专门的分析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就像你说的，当这个产品的这种情况变得更复杂，产品更多的时候呢，这个工作量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比如 engineer 或者 product manager 去做一些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把这种叫专人去做专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是，对，从数据的角度，如果要有人去看数据的话呢，我们需要保证数据的一个中立性。就是比如说啊，你是产品经理，你的指标是我要让这个产品变好。如果你自己又做产品，你自己又去看数，你相当于你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讲得很有道理。对这个呢，就是如果你们公司只有这么一个产品的话，你直接对 CEO 汇报，这个没有问题。但当你这个公司如果大了，这个大佬之间互相掐架的时候，他们就会拿这个点喷你。其实这个讲的特别对，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比如像 Facebook 这种公司，对吧？他会把这个数据单拿出来，成为一个这个 org，凌驾于所有的这种产品线之上。他就是想维持这么一个中立性。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各个部门的这种比如指标都 align。这样的话，互相吵架也会吵得比较心平气和一点。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两个我都同意。就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首先，比如说工程师，对吧？工程师他自己的职业指标不是写 SQL，他是要写 code，然后最后能够有一个 impact，而不是说做很多的分析。所以工程师很多时候对他来说不是特别应该花时间做这个事情，对吧？对，他可以写这个东西，他不是特别愿意和应该做这个事儿，他的时间应该更好的是他的这个职业发展啊什么，应该做产品，对吧？更复杂的产品和功能等等。产品经理事儿也非常多，虽然分析也很重要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人能够帮一把的话，那产品经理有时间去做别的事儿，产品一般都很忙嘛。然后第二个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不同的组之间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家说一个数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定义不一样。大家会检查对方的 SQL 这个写的对不对？就是说，得有一个人说，我这个是怎么说呢？是客观的，是的，我这个是权威的，我这 SQL 绝对对，然后我这个数据绝对是正确的，然后所有的定义全部是大家认可的。我觉得得有人做这个事儿，对，要不然的话，这个大家不要就是的一个事情在辩论的时候，你不能辩论这个数对不对，你得辩论说数我们都确实对的，然后再看这个事儿这怎么做。没错。然后你刚才说就你刚才说那个再引申一点，就是有这么一个公正的中立的人去看这个数据，当然很重要。但另外的一个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作为数据分析的人员，我们就经常会就承受很多这样的这个压力。比如说，有人说，哎呀，我的这个产品这还不能上线，因为这个数据人员他们的这个数据没有给我们搞清楚。但往往呢，很多公司它的这个数据呢，它的确是脏乱差。对，所以这个也会相当于你作为数据分析师，你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保证数据不要拖产品的后腿。这个东西其实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时候啊，这个有就是一个数据出来了。然后不同的人看他会有不同的角度，以及他看他有这个东西有一些自己的动力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如果有些团队有些职能，它是比较被这个发布 launch 所驱动的，那他会不断的找各种角度来看这个能不能够去
这个证明这个发布是正确的 justify 这个东西，是的，它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有选择性的去看一些数据，或者是比如说我这个数据不好看，但我看这个，那这个好看我就这个。那其实这里面这个很考验分析师的情商，就是怎么搞定这个大家之间的关系，然后又能够你又不让别人恨你，就是你老是挡着别人不让别人发布产品，你得支持别人支持的好，这个事儿其实也挺不好做的。这方面你有没什么经验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刚才说的，你怎么能够就是你服务的这些产品经理，他们可能有一些这种就是互相矛盾的这个 priority，你怎么用数据去保证他们的这个就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嘛？那这个我觉得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一般的处理方法呢，就是我只去提供一个 facts，比如像你说，举个例子，你跟你的这个一个同事，你们都要去 launch， 就是你想 launch，他不想 launch，你说 A 好，他说 B 好，就是这个可能是都是存在的。那作为我的就是数据分析师呢，我可能没法帮你去做这个裁判，我把数据摆在这里，我给出我的 rationale，对吧？有好也有不好，那这东西呢，可能我觉得更多是要可能去上升，比如说是你跟你的那哥们儿的老板，他最后去说从这个公司战略角度，我们需要去做这么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逃避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我其实也没有这个这个 power 去做这个决定。我可以说是就是说不能算是逃避问题吧，或者可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可以偏向任何一方。是的，你必须是相对公正，哪怕是自己组里的 PM 也不行，对吧？就是比如你跟我是一个组的，别人是那个组的，但是这不能代表说你自己有选择性的把数据改成，或者是选择让我好看的数据。是的，对。然后这个其实对你就是再引申一下，就是其实造成这种东西它的这个本质的原因呢，其实跟公司的这个组织架构也有关系。比如在 Facebook， 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 analyst 呢，就是至少我理解是，他都会汇报给就是他们一个就是 analyst 的自己的老板。所以这 analyst 老板他有因为他这个老板他并不汇报给某一个产品，所以呢他有这个义务去维持这种就是去平衡这个公正性。但比如在 Google 就很有意思，Google 呢它的 analyst 是往往是汇报给这个 engineering 或者产品老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其实 analyst 在这个产品内部，它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些这种跨产品、这种跨 product area 的这种协调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很难去搞，因为你每个产品的 analyst 呢，它都是相当于是跟产品经理是站在一伙的。是的。但是好在 Google， 我的理解是这种跨产品 area 的这种冲突可能也轮不到 analyst 去做，反正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个问题。明白。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我们说了，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这个行业怎么发展，怎么样这个商业分析师可以成为更好的商业分析师呢？他的这个职业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呢？对，然后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就是入门嘛，然后像其实刚才我们聊了一堆很多这种就是必要的技能，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就比如说你要去对这个你的业务非常了解，第二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communication，就是你需要去协调各方的这个利益，你需要用数据去服务他们。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一个必要的软技巧吧，就是你怎么能够跟你的这个老板们搞好关系。因为像我们这个职位呢，我们其实不仅有我们的这个 people manager，我们还有比如说 Big Joe， 对吧？他会给我派活，我的 engineering manager 也会给我派活。可能 marketing 有派活，就这么多老板之间，你怎么能够让他们去升职的时候去挺你？所以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明白。好，那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这个学位叫 MSBA 的 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职位，一个新的学位吧？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学位呢？当然好啊，就是这个是证明这个有这个客观需求，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它需要有这样技能的这个人，然后呢可能在之前这个学校这个领域它并没有这个相应的学位去填补这个空缺，所以这客观存在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我其实也认识了一些这种从这个项目毕业的同学嘛，大多数同学呢的确毕业之后呢是找到了比较心仪的工作，很多同学也都在这个 Facebook 啊Google 这种公司工作。然后但是从反过来讲，我给他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尤其是那些就是正在考虑是不是要选那个专业或者在学习的同学，
就是你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太去拘泥于这种技术。他的课程可能会教你比如说 SQL 对吧？他呢可能会给你讲这个 database 的一些这种底层的一些技术难点呀，或者怎么样。就是我可以跟你说，就这东西在工作中其实可能并不就是面试里也没有人考，然后工作中也不需要。就是你可能要多花时间，就是首先去增加自己的这个视野，对吧？去了解这个去了解业务，去了解这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去多做一些这种比较 hands-on 的项目，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你这个学校做一些这种跟业界合作的项目，对吧？通过实战去提高自己的这个理解。好，下一个问题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经理了，对吧？你现在管理一些这个商业分析师，那你也会招聘商业分析师，你怎么去招聘和面试商业分析师的这样一个对象呢？好的，对，就这个就是跟我之前说的这个思想是当小意思，就是我招人的时候呢，我主要就是看2点，第一，他对我们的这个产品或者说这种 tech industry in general 有没有兴趣，就是有没有热情。如果他没有热情的话呢，他很拘泥技术，那这个我觉得至少在我底下，他的这个成长的就他不会干得非常。你问什么问题呢？一般在这种就是我会问，比如说就是以滴滴的例子吧，我就会问他，比如说如果你来滴滴工作，我看到就是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这个就是 trips number of trips per day。如果这 number of trips per day 降低了，你会从哪些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然后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就需要你对我们这个产品有一个非常就是从 high level 的一个理解，宏观上对，但是呢，你也要能够把这个宏观的这个问题呢分拆到底下不同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蛮考验一个人的就是产品思维能力的。是的，就是你不是说这不是个数学题，这是个你还得了解这个产品怎么跑的。没错。比如说在这里呢，对吧 ？trips 它哪些因素？你有这个乘客，你有司机，你有平台，然后这个乘客的数量它会影响到整个平台的这个效率。就是如果你能够作为一个新人，如果你能够把这东西呢，就稍微想一讲，思路对，这个逻辑也清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candidate。你刚刚讲这个还只是一个，就是说分析的一个，就像一个模型吧，就把这个东西模型。但你会面技术类的问题，比如你会让马上写个 SQL 之类的吗？对。就是对，那下来问题就是它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最底线的技术，我是要确保的。那我一般考的就是 SQL。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呢，如果你要说技术上的东西呢，90%的这个技术就是 SQL。然后呢，我们对 SQL 要求其实非常高的。首先一呢，你要非常快。第二呢，你要能够就是比较正确的去可能会写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 query。所以这方面呢，我们是有就专门的人去面这种 SQL 的这个 question。所以对我一般对 candidate 的考察，我就是这2个。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就是比较宽泛的，比如说你这个人 communication，你的这种就是能不能跟人对，但这种呢都是在这种普通的问答之中呢去感觉出来的。所以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是类似 case 这种，就是你把一个问题给它数学模型化，然后去解决问题。第二个就是偏技术类一点的，比如说 SQL 啊等等这些，然后在这过程之中考验一下你的沟通能力。是的，没错。那你觉得，因为你现在也比较资深了嘛，在 Google 也做了，在滴滴也做了，你有什么觉得值得分享的数据的分析的方法论吗？对，就是资深怎么样倒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给大家就是如果你在面试中或者你在求职中呢，你需要掌握的一个方法论呢，那我觉得就是这个 funnel analysis。对，这个 funnel analysis 呢，就是叫漏斗分析。因为这个漏斗分析呢，它讲的就是一个用户他在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呢，他都会经历很多的步骤。最开始，比如说这个用户他会打开我们的这个 app，最后在漏斗的尾端呢，我们是需要去衡量这个用户他有没有完成我们想他完成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们的 app 如果是这个支付，对，是支付，花钱了。对，那我们的最后一个节点，那就是他有没有支付成功。最开始呢，那就是他有没有到我们的，比如说把物品放入购物车。在这中间呢，用户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完成，就是他从漏斗中间漏掉了。所以这个框架呢，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分析我们这产品是否成功的一个框架。你可以去分析用户从每一步到下一步他的这个漏掉的情况呢，去看我们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从这个呢，你就可以去形成一些假设。然后你的这个给产品经理的 feedback 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在哪一步用户漏掉比较多，那我们去看看这一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用户体验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功能上的一些 bug。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较经典的这个分析的方法。非常好。下一个问题是说，因为你以前在 Google， 我们俩认识也是因为在 Google，对吧？然后你是做产品的分析师，做了蛮长时间的，后来选择去加入一家中国公司，滴滴，对吧？那当时怎么想的？然后从美国公司到中国公司，虽然都是科技公司哈，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吗？好的，首先我觉得美国公司跟中国公司它的这个就是不去不知道啊，对吧？它的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去吓一跳。对，我觉得区别主要还是在这个就是中美的这个文化上面。感觉我很受益，因为我还只在美国的这个 Google 上班，我还没有去过滴滴这样的公司啊。你跟我讲讲。就这个文化虽然听起来很虚，但是它其实如果你在公司里待过的话呢，它的确是你会感到它切切实实的去影响到你这个就是你公司的每一天。比如说美国呢，我们更多是一个就尤其是硅谷啊，对吧？它更多是一个就科技产品导向。它的核心理念，比如 Google 是我做一个这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工程产品，它能够 scale，我把它做好，我直接一 launch， 全世界人就开始用。一点没错，就是一个200个国家对用一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喻，就是说这是一个有点像叫空投部队，就是我们空中打击，对吧？就是轰炸炸弹嘛，直接把伦敦炸烂就完了。那中国呢？我们更多还是这个就是小米加步枪，就是有点像打这个游击战、街道战的感觉。我们往往呢并不会有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我们更多是借助于比如说 operation 这种运营。对，就是比如说我怎么能够更就是去发券，对吧？去维护我这个用户的这个体验，就是从底下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更多是可能是比如说跟人力成本也有关系，包括跟这个中美两国的文化也有关系，都是风格。对。所以这个是我能够感觉到的最大的一个区别。然后具体回到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转变，为什么在 Google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选择去滴滴呢？我觉得2个原因吧，就是首先不是就是我说的呢，完全是我个人的，也不用谦虚哈，对，千万别谦虚。没有，就是没有任何要打击任何公司的意思。Google 呢是就第一个原因吧。就 Google 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几年就快5年。然后呢，到最后呢，大家也知道，就 Google 呢，就是公司比较大，它的节奏会稍微慢一点。到最后呢，可能觉得这个就是学习啊、成长的空间可能也不会像最开始那么快。是的。然后第2个原因呢，就是从另一方面，就是滴滴它是一个就是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公司，它的业务呢也比较多。我当时加入呢，正好是滴滴要在拉美市场就是进军的那段时间，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从我个人来讲，首先一我能见到很多之前没有见到的东西，第二呢，我能够做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第三呢，去了解一下这种中国公司，因为作为我们中国人，对的，你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心结，对，就是中国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对，而这个机会其实好像实际上是在滴滴的硅谷分公司，所以你又不用挪地儿。对吧？也可以去到一个公共公司来工作，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对，就是在跳槽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这个衡量这个，就你的收益和风险嘛，对吧？在风险能够可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的。好，那么今天包括上一期节目的话呢，我们都非常感谢常明老师分享。我们每次问一下嘉宾，就是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呢？首先就是这个非常感谢 Big Joe 让我来讲这个机会。然后呢，我平时自己去会写一些这个公众号，我的公众号呢名字叫做米尼老师，然后会写一些这种个人的随笔，然后欢迎大家关注。好，那也感谢常明老师2个礼拜的分享，谢谢。好，多谢。然后呢，我们最近也开了我这个频道的这个微信观众群，那么你有兴趣的话，请扫码。我现在把我的这个助手这个贤儿的微信放在上面，请大家扫码，他可以加你进我们的观众的微信群。然后呢，记得转评赞，如果你喜欢的话，怎么样？请记得打开小铃铛，那以后就不会错过了。在哔哩哔哩上，请记得给我们3连支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